大家想象一下哦，就是如果你今天投入了毕生心血，然后跟人家合伙推出了一项产品，结果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狂卖，总营收直接冲破1亿台币。哇，1亿台币，这听起来很像是准备要财富自由了耶。对，你一定觉得你要走向人生巅峰了嘛？但就在你打开账本一看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竟然只拿到了不到1%的利润。等一下，不到1%，这根本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那种商战情节了吧？真的，但这不是什么电影剧本哦，这是真实发生在台湾自媒体圈，而且引发全国关注的一场跨国商业罗生门。没错，超过3.7万人付费购买，总营收破亿的尼泊尔正宗瑜伽课，最后居然变成互相指控的局面。对啊，一位受人敬仰的灵性大师，居然崩溃痛批合作了百万网红是，他的原话是毒舌、精神病态的骗子。这个用词真的是非常重。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就是要带你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事件。我们要为你梳理这叠厚厚的资料，包含各家媒体的报道啦、社群截图，还有业界专家的分析。其实这里最引人瘆人的地方是，这绝对不仅仅是两个人在吵架而已。对，它背后的水很深。没错，它其实是一场传统的灵性传承跟现代演算法流量的正面对决。讲得太好了。那为了让大家完全看懂这场风暴哦，我们先把视角拉高一点，看看这阵风到底是从哪里吹起来的。我手边有一份非常惊人的数据哦。你说，根据全球健康研究社的预测哦，到了2025年，全球的疗愈经济规模将会达到4.1兆美元。这数字大到有点难以想象，到底大家都在买些什么啊？其实简单来说，大家就在买平静嘛。买平静。对，你想想看，现代人处于一个高度焦虑、资讯超载的环境里，寻求内心的安定，早就已经从一种个人修养变成了一种刚性需求了。原来如此，就是大家都太累了。没错，那我们把镜头拉回台湾来看，资料显示线上课程平台知识卫星，光是在2025年，整体的营收就冲破了12亿。12亿，哇！这很惊人，对吧？而且其中被定义为广义疗愈的课程，包含像是瑜伽啦、关系探索、心理咨商，甚至命理玄学，就占了年度营收的30%。哎，等于说，光是这个领域的年产值就高达新台币3.5亿元呢。是的，这代表台湾人现在非常愿意花钱坐在荧幕前寻找安顿身心的解放。真的，这跟以前差很多。以前大家下班打开电脑，都是为了学什么 Excel 啊，学 Python，生怕自己被职场淘汰。现在大家下班打开荧幕，是为了学怎么呼吸，怎么放松。对啊，资料里还提到，大家平均愿意花费超过5000元来上这类课程。所以这堂由台湾百万网红跟尼泊尔瑜伽大师 Raj 合作的课程，就是在这波巨大的浪潮下诞生的。他们甚至还远赴喜马拉雅山脚下拍摄，那个质感真的是直逼纪录片等级。没错，其实这种将抽象的灵性感受系统化跟具象化，并且用极高规格的视觉呈现出来的能力，这就是现代线上课程平台跟顶流网红的核心竞争力。对。这也是为什么这堂课能够成功吸引超过37000名学员报名。我们简单算一下数学哦，就算大多数人是用早鸟价3000元来购买，这堂课的总营收也轻松突破了1.1亿到1.2亿台币耶。这简直就像是一场完美的造神运动嘛。没错，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双赢局面，对吧？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镜头前教导大家平静放下我执的瑜伽，到了镜头外却掀起了狂风暴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了。大师在社群上发出了非常强烈的指控，他公开了一份大约378万台币的账单，才300多万。对，他控诉自己只拿到了不到1%的收益，还痛批对方贪婪。可是网红这边也没有要挨打的意思，对吧？没错，网红方直接公开了合约跟汇款记录来反击。他们表示这是保底加上分润的机制，大师实际上已经拿到了超过500万台币。哦，所以其实有拿到500万，而且后面还可以继续分润。对的，而且网红强调
这堂课从前期的企划、拍摄、剪辑，到后续最关键的行销，全部都是他包办的。他付出的劳力是10倍以上。哎，所以这听起来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感觉就像是导演跟编剧在吵架，对吧？这个比喻蛮贴切的。编剧说这个故事是我写的，灵魂是我的。可是导演会说，灯光、场地、演员，还有上亿的票房行销，这些全都是我扛下来的啊。那你觉得谁应该拿大头？其实我们退一步来看，就算是这样，总营收破亿，最后内容的提供者只拿了大概500万，这在一般大众听起来，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像是在欺负人吧？对啊，难道创作者经济的底层逻辑就是掌握流量的人可以这样剥削内容创造者吗？那1.2亿的营收，钱到底都去哪里了？你这个疑问哦，正是大师本人，甚至是一般社会大众在看这件事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盲点。怎么说？有什么隐藏账单吗？对，我们在看1.2亿这个数字的时候，很容易把它直接当成净利，但在知识变现的世界里，这其实背后有一张非常庞大的隐藏账单。哦，你说像是平台的抽成之类的吗？没错，首先，线上课程平台通常会抽成20%到40%，我们取个中间值，算30%就好了。1.2亿瞬间就剩下了8400万，哇，一口气就不见了快4000万。对，接着更大的怪兽出现了，那就是广告费。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阵子常常在脸书或是 IG 上一直疯狂看到这堂课的广告推播吗？这笔费用真的有这么惊人？非常惊人，脸书就像是数位世界里负责收租的隐形房东。以业界目前的常态来说，这类课程销售的广告投资报酬率，也就是所谓的 ROAS，ROAS，如果能维持在2.5到5之间，其实已经算是天花板了。等一下，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每创造3块钱的营收，可能就有1块钱是直接缴给 Meta 总部的。在破亿的营收里面，有极大比例是直接蒸发的，这笔钱根本不可能进到任何一个创作者的口袋里。哇，所以平台抽走30%，脸书广告又拿走一大笔，这1.2亿根本就是腰斩在腰斩嘛。没错，再加上他们还飞去尼泊尔拍摄，那种跨国的硬体制作成本，还有请其他 KOL 帮忙业配的费用，最后还要扣掉税金。天哪！这样算下来，实际的净利搞不好真的远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多哎。这也就是业界一些人士，像是鬼才阿水、陈怡等人在逆风分析时指出的残酷现实。大师身为内容提供者，他看着那个1.2亿的总票房，觉得自己拿到的比例太少，但他其实没有看到平台跟流量方在背后垫付的庞大行销跟行政成本。没错，这凸显了在创作者经济中，双方对贡献定价的严重认知落差。如果这堂课最后卖不好，大师依然可以拿走他合约上的保底收益，但赔掉几百万制作费跟广告费的，其实是网红跟平台。这样听起来，网红的角色其实更像是风险投资人加上制作人，而不是单纯的合作伙伴呢。难怪他会觉得那么委屈。真的，但其实除了钱之外，他们连生活琐事都可以吵翻天。这也是这个罗生门里面很有趣的一段。哦，对，资料里有一个很扯的细节，大师抱怨说，他跟妻子来台湾的时候，原本以为是住5星级饭店，像是台北凯撒那种，结果为了省钱，居然被逼着去住网红的家里。还不止这样，他还说连每天1000元的早餐预算都被砍掉了。对对对，这到底怎么回事？网红真的有穷到要省这个早餐钱吗？关于这一点哦，网红后来亮出了对话记录，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故事脉络。其实是因为大师夫妻对饭店的地毯过敏，加上饭店窗户不能开，也没有提供他们需要的特定素食早餐。哦，所以是为了解决他们的需求。对，网红才好意让出自己那个有阳台、有厨房的住处，让他们暂住。结果对方还是不满意，后来网红吵，又花钱把他们送回饭店，还升等成了行政套房。我的天哪，这听起来根本就是一场灾难级的沟通误会嘛！网红觉得自己是好心把私人空间让出来，但在大师眼里却变成了你为了省钱剥夺我的5星级待遇。为什么两边的感受会差这么多啊？如果我们将这联系到更大的社会脉络来看，这其实是这起事件中最深层的一环，也就是文化冲突与权力地位的剧烈逆转。
权力逆转怎么说？你想想看，在尼泊尔的社会跟文化脉络里，这位拉杰大师是拥有多重精神权威的男性导师，而一开始，网红是远赴尼泊尔去求教的学生。大师是高高在上的。没错，但是当场景转换到了台湾的录影现场，或者是商业合作的框架里，这个权力关系瞬间发生了翻转。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所以网红从一个虚心求教的学生，突然变成了掌握资金跟话语权的制作人兼导演。对，而原本高高在上的大师，突然变成了被指导、被要求配合的劳务输出者。这种感觉就像是一家公司的总裁突然被丢到好莱坞片上当临演，还要一直被导演纠正，他的自尊心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原来如此，所以这根本不只是钱的问题，这是两个人自尊心的强烈碰撞。网红觉得我在帮你包装行销，但大师觉得你根本是在亵渎我的灵魂。确实如此，而且这种权力跟理念的冲突，还直接体现在课程内容的争议上。大师非常不满地的控诉，他被强迫在课程中讲述关于成人或者是性的世俗话题。对，这点也很奇怪。一堂教人平静的瑜伽课，为什么会扯到性能量？难道真的是网红为了博眼球，硬逼大师去讲的吗？其实这是因为大师在原本的课程大纲里用了一个很抽象的词，叫做享受的能力，就是 ability to enjoy。享受的能力听起来很灵性啊。对，在灵修的层次上，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但是网红方为了将这种高度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好让台湾的付费市场能够理解跟买单，就必须把它转译成日常的痛点。因为大家比较容易对亲密关系或是性能量有共鸣。没错，这就是传统灵性传承与现代商业实用主义的直接碰撞。大师觉得你贬低了瑜伽的神圣性，但网红是为了让这3万多人能听懂并愿意掏钱。这真的带出了一个网红的炎上体质现象。就像我们手边资料提到的，该网红过去其实就常常引发争议。对，他过去确实有不少风波。当然啦，我们在这边要特别跟听众声明一下，我们节目绝对不为任何政治立场或者是医疗观念背书，我们只是客观陈述这位网红过去的网络背景。他以前不管是在医疗观念还是某些立场上，都常常引发强烈批评。这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最让人惊讶的是，这次面对一位灵性大师几乎是降维打击的道德指控，他居然成功让风向逆转了。这就是因为他拿出了最直接的武器，也就是精准的合约证据。面对大师情绪性的指控，他没有用情绪回击，而是直接公开合约条款跟汇款记录。在冷冰冰的商业证据面前，大众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在商言商，而且站得住脚。这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防御战。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警示。没错，当无形的知识灵性遇上标准化的商业演算法时，如果你没有把底线跟合约写清楚，哪怕是再神圣的合作，最后也可能沦为菜市场的讨价还价。确实，这证明了在自媒体时代，留存完整履约实据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护城河。真的，不管你们合作初期有多开心，遇到钱就是得一条一条列清楚。那听完这些，你的看法是什么呢？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你觉得在一堂爆红的线上课程里，到底是提供知识的专家价值高，还是掌握流量与行销的网红贡献大？大家可以在心里给自己一个答案。其实这也引发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在这个演算法决定一切的时代，我们看到了无数传统专家必须依附网红的流量才能被看见。我们不禁要问，未来纯粹的专业知识是否会彻底沦为流量的附庸？哇，这个反思很深刻。对啊，当所有的专业都需要被包装成爆款短影音才能生存时，我们失去的仅仅是专家的尊严，还是知识本身的纯粹性？这真的是一个会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问题。知识跟演算法之间的拉扯，看来还会持续好一阵子。
今天真的很谢谢你的分析，让我们从这个跨国罗生门里面看到了这么多深层的商业跟文化结构。大家下次在网络上看到类似的争议时，或许可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拆解看看。那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边喽，大家下次见。